文学艺术，与我的视觉艺术其实它是有意无意的有一种很紧密的关联。我自幼就是在书堆里，我最感兴趣的是读书，在书堆里长大。那时候，我的很多就是它养成了我的那种一种良好的心灵习性，都是在文学的哺育中得到的。那么后来，当我从事这个绘画艺术的时候，它其实是我画面背后，它让我的画面背后的一种支撑吧，有一种文化性情的一种自由表达。它比如说我画画的时候，画画之前的构思，或者是画画过程中，总会与我的从这个阅读经验相遇，就是那个阅读经验是多少年前沉淀在我心底的。这时候，与这种阅读经验一相遇，它就转化到我的画面中了。比如我画那个向里尔克致意的玫瑰，这个那就是我多年前80、90年代读里尔克的诗散文我就知道那个里尔克当时他的墓志铭就有一个玫瑰的墓志铭。那么当我画玫瑰的时候，那种干枯的玫瑰就像一只只的眼睛我画出来以后，我突然就想到他的玫瑰墓志铭就是在众多的盐碱下能够独自的安眠于是我才就是人们总是期望对里尔克的那个玫瑰墓志铭要解这个谜，就是那么我就是以我一个视觉艺术家的这个作品来做我自己的表达。我的祖父，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乡试三杰，他们是三兄弟就是包括叔祖父、伯祖父，那么他们出生于19世纪的末期，他们的盛期，活动主要是在20世纪的从20、30年代到50、60年代，那么。2021年在长沙博物馆办了一个晚清民国时期的湖南绘画艺术特展，其中呢有相当的他们的作品。这个雷凯是长兄，是老大，我的祖父雷克是老二。我的家族背景，关于这个话题，我有过，我写过一篇文字，我可以来读一下，好吗？我就想以祖父辈及叔伯祖父与自己来做一个对比乡试三杰属于传统的中国文人。他们的盛期在20世纪上半叶，终其一生，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哪一部作品载入史册，而是几十年浸淫于诗书画的生涯中。那是一种传统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年少的我有所目睹，尽管只是几次在祖父身边享受短时间的天伦之乐。当我成了一个搞西画的专业画家，回顾祖父辈的人生，就仿佛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画面，而我的呢，
则是西画的焦点透视。实际上，我与不少同行的有与焦点相比，还是要散点得多。于此是否有些得益于先辈的遗传呢？祖辈们的诗书画是一种悠然自得、修身养性的生命过程中的分泌物，作品、人及生活方式浑然一体。假如将这个一体再去分隔，则显得可笑。比如我们最常说的搞创作这个词语，他们显然就不那么合适，因为搞创作这3个字就已经将人与作品分为2元了。我这个搞创作的画家，比起他们来显得多么专业啊！那不过是一种将丰满的人生分割开来的狭窄。向日葵，我从90年代初到现在多少年了？30来年了，不断的回到向日葵这个题材。我觉得我的向日葵，它能够让我种种的表达，包括我的人生经验呐、人生的经历，或者是我艺术上的形式上的探索。我想说，这个向日葵就是我命运的素材，有我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些反思，一种是我的内在的那种生命之火燃烧，所以它会有热烈的，热烈奔放的那种，也同时又有那种阴影般的、冷彻的那种理性的，这么2种类型的表达，在我的向日葵中。我呢是一个以表达为生存的人，那么我的感受、欲望、思考，都是通过我的艺术创作来表达的。我说我的这个艺术创作，好像就是在虚无深渊旁的舞蹈。那么我的作品，就是我转化出的一种艺术现实。那么我觉得我几十年如一日，整个沉浸在这里边，它就是我内在的生命的一种需要。我觉得它就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种理由。假如没有我的艺术创作，我觉得，那么我这个个人的那种一切，包括生命生活的乐趣，就基本上就丧失了。最初年轻一点的时候，它就是是我的一个爱好啊，那么到后来，在很多年中是对于艺术本体的一种追求。那么随着日积月累的，最后它就成了我一种最根本的活着的方式。因为我从事的是这个我的自我表达，就是有一种好像来自一种召唤，要引导着我去实现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我是处于矛盾的。我觉得我越来越失去了生活本身，有时候自己是不是要已经就变成一个画画机器似的了？我希望我能够，回归一种更看重生活本身的这样一种正常，但是我这么多年来，没有实现这个目的。这有一种分裂感啊，这种矛盾就是矛盾。我可能是越来越沉迷于我所热爱的，就是我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这个我的艺术的表达，可能就疏忽了生活本身。其实这是我内心，我希望我能够更平衡一些。
但是没有做到。光记系列，它是从2016年开始创作的。它的灵感呢，来自于就是我对大自然天象的一种观察。那时候我觉得我拍了面对天空啊，我拍了一系列的照片，但是那个东西只是一个触动点，因为其实人的意识结构它和宇宙的规律它有一种共振的关系。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画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好像是把自己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孤独的音符融入这个宇宙浩瀚的一个音乐中间。那么我整个那个创作过程呢，冥想的时间长，大于动笔的时间。我觉得那种好像我是在对于无限与绝对的一种呼唤。光记的灵感呢，来自变幻的天象。面对宇宙深处的启示，我是将自己的心魂好像是连接进一种巨大的存在，仿佛是将孤独的音符置入浩瀚的音乐之中。光记，那是对无限与绝对的眺望，是在有限的时空中回荡的无限的呼唤。回想创作过程，与其说是我在塑造，不如说是受造。经由这些形象，作者有了心在。那塑造与受造的过程中，不论是画面的构筑，还是心灵的激荡彷徨，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险境迷途。最后的生成，完全是出人意料的。